离开菲律宾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0号到访新加坡，这是布林肯上任以来首次访新。在此前2天举行的美日美菲2+2会谈中，美国高调宣布了一系列升级同盟关系的举措，并强调延伸威慑的重要性，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拜登政府毕业旅行接近尾声，此行成效如何？当地时间30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到新加坡，展开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期间，他会见了该国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国务资政李显龙，还与外交部长维文等新加坡官员共同主持第2轮美国新加坡关键和新兴技术对话会。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以连线方式一同主持活动。美国这边呢，他实际上，比如说跟欧盟、跟日韩沟通，他认为是更加的畅通的，但是在跟东南亚国家进行沟通的时候，他更多的还是需要搭建这种桥梁，去传达他的意思。所以新加坡不仅仅是中国跟东南亚地区的桥梁，同时也是美国跟东南亚地区沟通的桥梁。因为新加坡的这种开放性以及又对本土亚洲的这种了解情况，是更好的去衔接的。31号，布林肯与维文会面后，双方共同签署了俗称123协定的民用核能合作协定。维文表示，新美关系持续强劲，该协定的签订将促进2国的核信息技术分享交流。报道称，对于新加坡而言，为实现最迟在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的目标，该国必须推动能源转型。长远来看，不受天气约束也不排放二氧化碳的核能将成为理想的低碳替代能源。根据2国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123协定将为2国加强长期和平和合作建立完善框架，以双方核不扩散承诺为基础。但声明也强调，新加坡还没有决定是否在本地使用核能。在此之前，需先仔细研究其安全可靠性以及相关成本和对环境可持续性的影响。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此之前，去年11月，菲律宾也与美国签署了这项协定，当时被视为2国能源战略合作的一大里程碑。截至目前，美国已与24个合作伙伴签署123协定，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以及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等。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协定涉及的远非技术层面的核合作这么简单。新加坡联合早报称，123协定是美国推动外交和经济的重要工具，不仅在法律上约束签署伙伴遵守美国制定的不扩散标准，有助提升美国在全球民用核市场和相关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也将深化美国与签署伙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全面的核合作伙伴关系可以为美国和签署伙伴带来长达100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也可促进其他外交问题的合作。新加坡是此次布林肯亚洲行的倒数第2站。此前2天，布林肯和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日本和菲律宾，高调宣布了一系列升级同盟关系的举措。29号举行的美菲外长防长2+2会议后，奥斯汀宣布，为加强美菲同盟关系，美方将向菲律宾拨款5亿美元，用于该国海军装备以及对美军驻扎的菲律宾军事基地进行建设和改善。菲律宾外长马纳罗则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应询表示，美在菲部署中岛是为了增强菲自身防御能力，而非任何进攻目的，不会导致军备竞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菲方允许美方部署中岛是配合域外势力助长地区紧张对立，挑动地缘对抗和军备竞赛的倒行逆施。本地区需要和平与繁荣，不需要中岛和对抗。我们敦促有关国家正视地区各国的呼声，尽早纠正错误的做法，按此前公开承诺，尽快撤走中岛系统，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今年4月，美国首次在菲律宾吕宋岛部署了提风陆基中岛系统，用以参与美菲肩并肩年度联合军演。在中方强烈反对声中，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近日称，美军正在将有关设备自菲撤出。按计划，目前在菲部署的提风系统将于9月甚至更早运走。
近年来，美方在军控领域毁约退群，严重冲击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还把盟友伙伴绑上战车。28号在东京举行的美日外长防长2+2会议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中国持续快速扩展核武库表示担忧。双方同时召开延伸威慑首次部长会议，向国际社会彰显双方共享美国核保护伞的重要性。美防长奥斯汀还强调，延伸威慑是美日同盟的核心。日本媒体称，延伸威慑这个术语通常被用来描述美国承诺使用其核力量阻止第三方对盟国的攻击。在日本，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作为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日本一直宣称在推动核武器不扩散。针对美日发表延伸威慑联合声明，中方反应强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长期以核爆受害国自居，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享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强化延伸威慑，谋求所谓的核遏之力。日方有必要就其言行不一给全世界一个交代。延伸威慑系冷战的产物，美日强化核威慑合作，将刺激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核扩散与核冲突风险。中方奉劝美日摒弃冷战思维，切实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以实际行动促进战略稳定，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我个人感觉他们在制造焦虑，就是想跟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周边国家传达一个信息：中国在扩张，并且在核方面进行快速的扩张，你们需要一个保护伞。而美国、日本更多的想扮演一个保护伞的角色，这样的话，它会让中国周边的国家对它产生一个更强的依赖。而以后在一些经济合作议题或者其他议题上，可以更好的开展工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30号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横地晃，指责日本在美日外长防长2+2会议、延伸威慑部长会、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会期间发表涉华消极言论，并就此和会议文件中的诸多谬论、危险动向、虚假叙事提出严正交涉，表达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刘劲松称，日本对中国的抹黑攻击同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表态自相矛盾，敦促日本树立客观理性对华认知，停止就中国内政事务说三道四，停止伙同某些国家搞小圈子制造对抗。布林肯此行亚洲之行已接近尾声，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公布，他接下来的最后一站将到访蒙古。这次自27号起为期10天，涵盖6国的行程，是他任内的第18次亚洲行，也是迄今为止最长的出访之旅。观察认为，这次布林肯到访的6个国家来看，可以说是精心挑选，各有侧重。老挝是今年东盟的轮值主席国，也是这次东盟外长会的东道主，传统上同美国的关系比较疏远，可以说是美国在东南亚的短板国家。而日本、菲律宾是美国在东亚的重要盟友，越南、新加坡、蒙古则是具有关键战略支点价值的地区中小国家，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中受到高度重视。分析指，夯实政府印太战略成果是民主党政府赋予布林肯的重要政治任务。随着拜登宣布退出大选，民主党急需为可能得到提名的参选人副总统哈里斯积累政绩与政治声望。这场被外界解读为拜登政府毕业旅行的出访，也是希望对外表明拜登政府继续推进所谓印太战略的政治意愿。因为中国在欧美这边的外部环境实际上是在恶化，但是跟东盟的贸易关联依然非常紧密，所以他想从这一端入手，让中国跟东盟的关系相对的去疏远，然后更好的去削弱中国的实力。但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因为客观来说，东盟跟中国更有地域优势，经贸合作是非常畅通的，所以他想从其他的方面去发力，但客观来说，东盟更多的还是看经贸议题，更多的考虑经济的互惠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续亚洲行，并加紧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家的军事勾连。那对于布林肯的毕业旅行，您有何观察？您认为会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呢？
布林肯呢，此次呢的亚洲之行呢，包括了亚洲6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老挝、越南到新加坡、蒙古，可以说呢是一次环中国之行。那么布林肯呢，可以说在拜登政府最后几个月的任期之内进行这样的所谓亚洲毕业旅行呢，还是在延续拜登政府过去几年来的这种所谓的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那就是尽可能的在中国周边拉拢一系列的印太地区国家，能够形成所谓对中国的牵制，对中国所谓的制约。这一点呢，其实啊，布林肯包括美国方面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美国方面包括布林肯此次所谓的亚太地区的毕业旅行，可以说呢，对于针对中国啊是不遗余力。但是呢，究竟能取得多少成效，其实呢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无论是老挝、越南这样的东南亚国家，还是像日本或者蒙古这样临近中国的邻国，其实呢，目前呢，无论在安全还在经济领域，都和中国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可以说呢，中国与亚太地区众多周边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局面。无论这些国家主观上对中国持有什么样的政策立场，任何有一定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都不能忽视与中国之间这种客观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这一点呢，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几年来类似于布林肯此次亚太地区毕业旅行这样的美方动作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但是呢，亚太地区的基本的政治格局、基本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发生改变，或者说中国与周边地区众多国家，无论是老挝、越南还是蒙古、新加坡或者日本、菲律宾，这种基本的关系格局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负面的下滑。这一点呢，其实事实已经清晰地证明了这一切，那就是中国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安全稳定力量，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其实呢，并不是美方一些政治势力或者政治人物的小动作所能撼动的，也不是他们所能改变的。尽管像布林肯此次亚太地区毕业旅行这样的动作呢，可以说它的目的性非常明显，但是呢，它最终还是很难实现他们所预设的目标。拜登政府目前正努力为自己留下政治遗产。那在您看来最终他能留下多少？这些政治遗产又会对美国以及世界带来何种影响呢？目前呢，拜登政府很显然他在外交方面最希望留下的政治遗产，首先呢，还是打造美国所谓的价值观高地这样的人设。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价值观方面，并不取决于你口头上说的怎么漂亮，更多的是看你为整个国际社会、为整个人的命运共同体到底做了什么，到底有什么贡献，到底有什么样的支持。那么几年来，尽管拜登政府相比前任的特朗普政府，他很显然更加强调价值观在美国外交政策当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呢，他到底能在价值观方面给美国、给世界留下什么遗产，其实呢，已经是非常清晰了。同时呢，拜登政府呢，他也非常强调自己相比前任的特朗普政府，在重塑和强化美国所主导的联盟体系方面，能够给世界、给美国留下重要的遗产。但是呢，这种联盟体系如果说是为了少数国家、针对特定国家打造了小圈子，那么注定呢，它是不得人心的。它注定呢，只会得到极少数国家的附和，而一定是被大多数国家所警觉、所抛弃的。最后呢，拜登政府他也非常强调自己针对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进行了行之有效的竞争战略。那么，这种对中国所谓的竞争战略，到底能取得什么效果？是否真的能够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有效的阻碍效应？其实呢，几年的事实也充分证明，无论拜登政府他对于中国采取什么样的竞争或者打压政策，那么它都很难阻碍中国这种发展的步伐，阻碍中国前进的势头。同时呢，尽管它对于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会构成一些负面的干扰，但是呢，从根本上来讲，中国作为亚太地区这种安全的维护者、经济增长的贡献者，这种基本的定位呢，已经得到了众多国家的广泛认同，也不是拜登政府所谓竞争战略所能够扭转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作为拜登政府现任副总统的哈里斯能够如愿以偿接替拜登登上总统宝座，这种政治遗产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其实呢，是要打上大大的折扣。倘若是特朗普最终入主白宫，取代了民主党的执政地位，那么拜登政府这种政治遗产那就更无从谈起。那很可能无论是价值观战略还是联盟战略，都会被特朗普所彻底抛弃。